这是小编今年看过最爽的一部动作电影，其爆炸场景之多令人瞠目结舌。罗马街头飙车、大厦瀑布泳池、手雷极限跑酷、游艇撕铁吸盘，你能想象到的所有超燃元素都被导演老贝糅合在了电影里，再加上小贱贱瑞安的亲情主演，全程让你爆笑不止。由于剪辑师就像原地立坟一样，让我懵逼树上懵逼果，懵逼树下你和我的感觉，我就重新整理了下故事线。现在咱们解说开始。贱贱在这里是一个亿万富豪，从小就展示出极高的科学天赋，让他年纪轻轻就靠着自己的发明积累了大量财富。但有钱人的生活是那么朴实无华且枯燥，这使得渐渐充满了烦恼。于是他决定挥金如土地做起了公益。然而就在他去往中东地区送温暖的时候，独裁者对民众丧心病狂地投放了毒气弹。看着一幕幕的人间惨剧，他深刻意识到金钱是不能拯救所有民众，只有让那些独裁者消失，才能让世界不再有苦难发生。于是他决定用财富替天行道，以暴制暴。他首先用一场飞行意外伪造了自己的假死，随后又招募了几个各有能力的队友，同样用假死的方式让他们消失在所有人的视线里。而且为了保密，队员之间不能说出自己的名字，彼此只能以几号的方式称呼，所以渐渐给自己的小队起了个名字——鬼影特工。他们的名字不会被人们铭记，但他们所行之事将在历史上刻画上浓重意义。渐渐首先盯上了一个无良律师，他为了赚取高额报酬替战争贩子辩护，而且手里还掌握着大量足以改变世界和平局势的战犯信息。渐渐找到律师，想要跟他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，只需要用他的虹膜打开手机就行。然而律师却不听，小渐渐只好割下他的眼睛。随后小队就在意大利街头被敌人狂追不止，就好像整座城市都在追杀他们。这一段剧情可谓是经费燃烧到爆炸，不知炸毁了多少豪车，还把无辜群众撞飞不知多少。我们简单介绍下各位特工的身份。1号不用多说，就是我们的多金小贱贱；2号是前中情局特工；3号原本是个职业杀手；4号是一个叫炸天的盗贼，还是个跑酷高手，在一次盗窃行动中从高空坠落，最后被渐渐救起。渐渐一顿恐吓加威胁，最后把4号招募进了小队。而5号是个技艺高超的护士，6号就是即将下线的司机。最后众人虽然逃脱了追捕，可却失去了一个伙伴6号，他们甚至不知道他的真名叫什么。简单的悼念之后，几人把6号的尸体扔入海中。为了下一次行动的完整性，渐渐决定再招募一人。猛烈的爆炸让男人的队友全部丧生。虽然他提前发现了异常，可是上级却下令不许开枪。就在他片刻犹豫中，就造成了这幕人间惨剧。经过这件事后，男人退伍回家，但深深的罪恶感让他想要原地自杀。而就在此时，小渐渐找到了他，说出了自己组建鬼影特工的理念，诚挚的邀请男人做7号特工，让他能重活一次。只不过这次将没有身份，但可以用幽灵般的存在重获自由。就在小渐渐走后，悲痛的男人选择了跳海自尽。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，并且队友们还为他举办了葬礼。而就在不远处，小渐渐和7号正看着队友们拙劣的哭戏。很快两人回到沙漠中的基地，小渐渐为大家说出此次行动的目的和计划。就在当年他去中东国家做慈善时，目睹了那场独裁者的暴行，这都与T国的洛瓦克脱离不了关系。他通过暴力手段控制着整个T国，而他的弟弟穆拉特却是个老好人，热爱民主自由。为了将弟弟软禁，罗瓦特不惜跟美国中情局合作，策划了一场绝情的抓捕。只见一个女人站在沙漠中央，而远处路虎车队里的穆拉特却全然不知。天边2架5支渐渐来到车队上方，就在女人一声令下， No one touch. 弟弟穆拉特就这样被软禁了起来。为此，罗瓦特还向美国订购了2吨的沙林毒气。小渐渐得到消息，决定替天行道。然而，想要杀掉大人物，就得从身边左膀右臂下手。4名将军离开T国购买毒气，那这将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就在将军们达成交易后放纵时，小队成员乔装打扮后来到酒店，很快解决掉3名将军。小渐渐从最后一人口中问出了弟弟穆拉特的下落。当然，最后的将军也难逃一死。小渐渐决定营救穆拉特，让他接手T国，那样最起码T国民众不会再遭受暴行，能够和平的生活下去。很快营救行动彻底开始，穆拉特被软禁在一家90层高的酒店顶楼。小渐渐先是控制了酒店附近的2个塔吊，然后7号狙击手在塔吊上掩护队员营救，而2号3号开着法拉利来到楼下，戴上防毒面罩走进酒店内。同时5号释放出笑气药剂，一时间现场氛围变得诡异起来。大厅里所有人开始狂笑不止，失去了行动能力。很快众人行云流水地救下了穆拉特，但也吸引了整座城市的警方，而武装部队也将酒店层层包围。为了让队友顺利离开，塔吊上的7号看到高空泳池，瞬间想到了出路，用枪打穿了泳池的玻璃，瞬间泳池里的水倾泻而下，看守人员尽数被冲出了大楼，场面极其壮观。
众人摆脱危机后，通过塔吊撤离了酒店。然而4号却被守卫拦在了酒店内，并且守卫还切断了绳索，他只能留在这跟守卫缠斗，为队友争取时间。很快4号来到处钢架上，但是却被守卫发现，不停地向着钢架扔出手雷。还好钢架挡住了爆炸，但是钢架不停地向着下方掉落。4号借机跑到了一处烂尾楼，却被一名守卫扑倒，两人直直地坠落下去，掉在了大楼边缘的施工网上，而一切都被车里的众人看在眼里。7号不顾小贱贱的阻挠，下车架起大狙。救下4号过后，7号说出最想说的话。在他看来，他们应该是一个大家庭，既然一起战斗，就应该相互信任，不应该抛弃任何一个队友。在7号的感染下，每个人都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。小贱贱见状，只能无奈点头。而他们带上穆拉特，踏上了最终的旅程。他们计划在亡灵节当天动手，因为那天诺瓦克会在活动过后登上游轮，那将是鬼影特工们绝佳的机会。但是开始之前要先攻陷电视台，紧接着还有替国发电站，一切计划都按照路线进行。穆拉特一场激动人心的演讲过后，果然引起了民众的暴动，洛瓦克的安保彻底失效。就在刚刚的爆炸过后，洛瓦克带领护卫紧忙向着游轮前进，路上还丧心病狂地让军队武力镇压暴动。很快，洛瓦克登上了游轮，他以为这下安全了，殊不知一切都在小贱贱的计划当中。洛瓦克让军队用毒气弹炸掉医院，还有学校，想要断送这个国家所有的未来，来以此威胁鬼影特工的行动。就在对面将军犹豫之时，穆拉特冲了进来，一把挂断了洛瓦克的电话。他说出自己的愿景，希望各位将军能为了替国的未来，一起反抗自己哥哥的暴行。穆拉特顺利地完成了部队的交接，而小队成员也通过各自的方法一一登上游轮。小贱贱还在游轮周围布置了自己新发明的秘密武器。很快，他们控制了游艇的驾驶室，切断了对外的所有通讯，让游轮停在远离海岸的地方，准备来个瓮中捉鳖。小队虽然困住了守卫，但是奈何敌人太多，怎么看小队都是寡不敌众。这时就轮到小贱贱的秘密武器登场。当他按下开关后，所有守卫还有武器都被吸到了船体上，三番两次下来，强大的吸力让守卫们晕头转向，有的甚至被乱飞的武器直接送走。尤其是厨房的守卫，简直不能太惨。战斗很快进入了尾声。就在这时，小贱贱的遥控手机不慎掉落，其中一个大聪明守卫捡了起来，却不慎按下了自毁开关，导致游轮周围的设备发生了猛烈的爆炸。一时间，游轮变得千疮百孔，开始进水。而洛瓦克急忙登上了救生艇，逃离了这里。小队成员也纷纷开始撤离。岸上的民众看到象征洛瓦克奢靡的游轮爆炸后，就像得到了新生。不久之后，军方的武职找到逃走的洛瓦克，他以为自己终于获救，但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，就当驾驶员摘下头盔后，发现居然是自己的弟弟。而飞机上坐着的都是鬼影特工们。此时穆拉特早已接手了军队，洛瓦克的末日终于来了。飞机来到了难民营上空，把洛瓦克扔了下去，他也被下面的群众给活活打死。此次任务虽有波折，但也算完美的完成了。这部影片剧情和剪辑上还有待提升，但是不得不说爆炸杯是真的敢炸，全片看得我真是肾上腺素飙升。期待小贱贱未来还有更多搞笑和精致的影片带给大家，我们下部影片见。